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花开锦绣8集过后，丁禹兮演技如何？以痞气演真情，表演精准。8月12日，电视剧《花开锦绣》播出至第8集。我在对该剧的首篇剧评分析当中曾论证过，它虽然是一部商业剧作品，但却有着正剧的底色，部分内容是较为严肃的，而且剧作当中男女主角的演技是非常精准的，属于一部耐看型的作品。经过8集内容之后，剧情走势、角色人设等等已经明确，我相信很多观众应该认同我的看法了，尤其是对于主角演技上的看法。经过8集内容之后，我想聊一聊该剧当中男主角丁禹兮的演技表现力。这次论证选取的桥段是主角们抓捕了科考渣男之后进行的一次逼供，这个桥段出现在第8集当中。这个桥段具备承上启下的作用。开局剧情当中，女主角就是被这个科举渣男冤枉之后才被死亡的，才被迫亡命天涯的。因此这场戏算是对女主前面悲惨的一次交代，而启下的则是这场戏也是男女主角关系升温的关键点所在。正是因为这场戏，女主角再次看明白了男主的真心与真性情。然后我们来整体看一下丁禹兮在该剧当中的表演方式，他是用痞气来表演江湖气，从而实现一种真性情感。类似的表演曾经也出现在一些武侠剧作品当中，但部分青年演员对于痞气的驾驭能力相对偏弱，无法实现剧本对于角色表演上的要求。而丁禹兮在《花开锦绣》当中，我认为是实现了剧本对角色要求的。痞子、江湖气、真性情的升级表演方式是到位的。来到具体的桥段当中，这个桥段一开局是俩群演把科举渣男扔在地上，渣男嚷嚷自己没有舞弊，你们这是栽赃陷害。男主角以声音入，就是栽赃了。这场戏成不成？这句台词已经起到了压舱石的作用。这句台词是带着角色性格的，就是要把痞气表现出来，就是不走寻常路。你能怎么着吧？丁禹兮晃荡着进入镜头，配合了这句台词。俩群演打招呼，九爷。镜头给到丁禹兮，丁禹兮伸出手指来，招呼俩人靠后。这个痞是非常有意思的。镜头继续跟丁禹兮，呈现他从讽刺着笑到露出凶光的眼神的转变。这个变化的过程其实就是表演了。咱们很多偶像剧作品当中，男主角都无法实现这个微表情的变化表演过程。渣男嘴硬，随从直接开打，其鼻子流血。丁禹兮站起来拿毛巾，一边给渣男擦鼻血，一边进行恐吓。健全着去，还是残缺着去？这一句的时候，丁禹兮的眼神当中开始出现真正的凶光了。痞子露出凶光，显然是对渣男的震慑了。同时，在这个表演当中，丁禹兮一直在采用震慑升级的方式进行表演。眼神凶光之后，是甩毛巾的递进，继而递进到了拔出宝剑的部分。大家可以注意一下，这种痞气带来的震慑感，在丁禹兮的这个表演当中是有递进感的，凶光是升级的。也只有实现这种凶光的升级，才能实现这场戏的信服力啊！这个表演，即便是放在我就是演员和无限超越班当中，也应该是可以赢得导师们的赞赏的。表演就是要演这个情绪递进的过程，就是要拒绝全程一个表情。渣男招供的过程当中，有个男女主角对视的无台词表演。邓恩熙的表演真的是太传神了，种种复杂心境都在一个眼神当中，这已经是顶级的表演了。一般的对手戏男演员很容易接不住这个眼神了，可是丁禹兮接住了。
而且是用真性情的表演方式接住的。他的表演当中有了不好意思，继而去摸自己的耳朵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细节处理。痞气男主在这一刻是共情女主的，听到了她的不容易，自己有了较为复杂的心境。表演的高级状态就是呈现这种复杂心境感。接下来是渣男写认罪书的内容，在这些内容当中，邓恩熙这位演员一直在用眼神演戏，委屈、不甘、鄙夷等等接踵而至。这个时候也有一个丁禹兮的眼神表演画面，男主的这个眼神当中有对女主的共情，也有保护感的出现。归结起来，其实就是真性情的出现了。痞是他的保护色，真性情才是他的本真色。拿到认罪书之后，男主角望向女主的画面更是真性情的一次升级式表演。邓恩熙则用微笑接住了这个真性情的传递。基于此，我才说这部戏的主角们是懂表演的，是行家，是不同于一般的偶像剧的。就是因为演员们有这些情绪上的递进表演，才让电视剧显得更为好看了。花开锦绣正是这么一部戏，让有演技的演员来演的戏。